大家喜歡運動的話呢，總是想要利用運動來增加肌肉量嘛，這個叫阻力運動的效果。阻力運動訓練以後，趕快補充什麼乳清蛋白啊，其他的蛋白質來促進肌肉的合成。到底這樣子補充乳清蛋白對於肌肉的合成是有幫助還是沒有幫助？健康加財富，知足就是福。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，就是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啊，你在運動後有沒有習慣補充乳清蛋白？如果你有補充乳清蛋白的習慣的人，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。如果呢你沒有補充乳清蛋白，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2啊，讓邱醫師看一看說到底有多少人呢受這個觀念的影響。大家好，歡迎再度來到邱正弘談健康。邱醫師有點感冒了哈，有點鼻音，聲音啞啞的哈。不過呢，還是盡力幫大家找一些新的資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，談談在這個我們醫學上有一些新的發現啊。所以今天呢，邱醫師要跟大家談，我最近在醫學期刊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哈，這是發表在2025年啊營養學期刊，英文叫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， 上面有一個研究，英文的題目很長哈 ，Ingestion of 20 grams 很長。邱医師就不念了哈，我簡單跟大家講，這篇論文是在研究什麼？就是探討在年輕的女性群體當中，給她一個運動的刺激之後呢，然後分3群，一群補充植物蛋白，一群補充動物蛋白，然後一群呢只喝水。研究呢，他们在運動之後某段時間內啊，這個肌肉合成的速率有沒有增加啊？這個很重要，因為這個跟大家喜歡運動的話呢，總是想要利用運動來增加肌肉量嘛，這個叫阻力運動的效果。那阻力運動訓練以後，大家都知道說，哎呀，趕快補充什麼乳清蛋白啊，什麼其他的蛋白質來趕快促進肌肉的合成。所以大家就要注意這篇論文了，到底這樣子補充乳清蛋白對於肌肉的合成是有幫助還是沒有幫助哈？這是一個針對36個健康女性進行的一個隨機雙盲有對照組的研究。它使用的蛋白質來源當然有動物蛋白跟植物蛋白。它用的動物蛋白就是大家在健身房最常用的乳清蛋白，吃20公克的乳清蛋白。植物蛋白呢，它選擇的是叫芥花蛋白。為什麼用芥花蛋白？也是20公克。它的理由是芥花蛋白裡面的必需氨基酸呢比較完全，跟一般的蛋白質比起來算是比較好的優質的植物蛋白。好，那這個研究呢最後有幾個發現啊，第一個發現就是說，攝取乳清蛋白，然後呢驗血發現說，的確它在血液當中、血漿當中，它的必需氨基酸上升的這個速度比較快，濃度比較高。那如果你攝取的是芥花蛋白，必需氨基酸也會上升，但是呢濃度沒那麼高，上升的速度也會比較緩慢。同一時間相比芥花蛋白的必需氨基酸濃度上升大概是動物蛋白的43%。第二個發現呢，就是單次的阻力運動顯著提升了這個受試者，就是這些年輕健康女性的這個肌肉合成率可以達到50%，很有效果。但是發現一個很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在運動後休息5個小時的時間之內呢，攝取20公克的動物蛋白或攝取20公克的植物蛋白，跟只喝水的這一群呢比較起來呢，它的肌肉合成速率呢並沒有進一步的增加，其實是一樣的，不會因為你攝取的多的蛋白質，讓你這個運動的刺激肌肉成長的合成的效果會更增加，沒有。所以接下來呢，邱醫師就把這篇研究他發現的內容跟傳統觀念的差異，把它做一個表格給大家分析一下哈。首先呢，常有的觀念，第一個就是說，運動後應該要趕快補充蛋白質，運動後至少要補充20公克蛋白質來最大化你的肌肉合成。這個研究發現什麼？攝取20公克的蛋白質，在運動後恢復的早期，並沒有進一步提升肌肉合成的效率。那第二個呢，我們的觀念是認為說，動物蛋白，例如乳清蛋白，吸收效率應該是比這個植物蛋白快。氨基酸完備性，必需氨基酸的這個完整性也比植物蛋白要高得多。但是我們這個研究發現說，雖然說乳清蛋白的確吸收比較快，濃度比較高，但是呢，跟植物蛋白吸收慢、濃度低相比，這個肌肉合成的效率並沒有什麼差異。第三個就是性別差異。過去的研究都是對男性的做運動的人的研究，認為說20公克的蛋白質呢是觸發肌肉合成的這個理想的劑量。我們這個研究雖然是對女性，尤其是平常沒有受訓練的女性而言，發現說你只要給她阻力運動，單純運動的刺激就可以有夠大的這個肌肉合成效率的提升。20公克的額外的這個蛋白質補充的效應並不大，這就是這篇論文發現跟傳統觀念比較有差異的地方。所以我們這邊得到的幾個啟發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個就是說，要長肌肉，讓肌肉合成蛋白質，其實最關鍵的
應該是運動本身的刺激才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對於平常沒有接受運動訓練的人，像這篇論文，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健康的女性，規律運動本身當然會帶來肌肉合成的效果了。不過呢，在考慮說你運動後要補充哪一種補品、健康食品，其實這篇論文告訴我們說，補充什麼其實不是那麼關鍵的，運動的強度才是最重要的。為什麼講到運動強度？因為這個研究當中呢，它運動的強度，它用的是 RM， 一個 RM 的80%，所謂的 RM 呢，就是 repetition maximum， 重複運動的最大重量，中文翻譯成最大重複次數。比如說舉起某個重量，你可以重複做10次，做到10次沒有力了，無法做第11次，那這個重量就是你的10RM。一個 RM 就是說這個重量你只能舉一次，第2次你就舉不起來了。這個是很重的重量。邱醫師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。如果說你舉10公斤的重，你可以舉10次，沒有力舉第11次，那這個10公斤就是你的10RM。那麼如果呢，換成20公斤，你只能舉1次，那就沒力了，沒有辦法舉第2次。20公斤就是你的1RM。1RM 的80%呢，就是16公斤，20公斤的 0.8 嘛，16公斤就是1個 RM 的80%，是這個意思哦。所以它就是讓不同的女性呢去測她的 1RM 之後，用80%的 1RM 來做肌肉鍛鍊的刺激。所以運動的刺激本身是最重要的。第2個呢，植物性的蛋白質其實也是優選的蛋白質，因為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說，雖然芥花蛋白在血液當中必需氨基酸的濃度上升比較慢，濃度比較低，但最終呢，在肌肉合成的效果上面跟乳清蛋白其實沒有差異。對於素食的人或者是乳製品過敏的人來說呢，是一個好消息。也就是說，你不一定非得吃乳清蛋白不可，運動的時候你補充植物蛋白也是 OK 的，包括大豆蛋白、豌豆做的蛋白都可以。第3點告訴我們說，其實補給品真的不是萬灵丹。你看看研究的對照組當中呢，它只有喝水，結果呢，它肌肉合成的效率呢，在運動後的5個小時之內呢，跟吃動物蛋白或者吃植物蛋白的2組人，其實效率差不多。表示說，我們日常當中補充蛋白質其實是比較重要。在運動後有沒有補充額外的蛋白質，其實影響並沒有那麼大。尤其是當你的運動強度已經夠大，可以刺激到肌肉的損傷再合成，這樣子的情況底下呢，運動後補不補充蛋白質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哈。當然，這個研究呢，也不是說能夠解釋所有的事情啦，說不定20公克的蛋白質是不夠的，所以導致呢沒有明顯的差異，這也是有可能的哈。不過我們今天從這個論文當中呢，可以得到一些訊息，幫助大家下一次要運動的時候呢，比較知道自己該怎麼做，也不用為了運動後忘了補充乳清蛋白，在那邊耿耿於懷。你只要平常吃的蛋白質是足夠的，你就不用擔心運動後沒有蛋白質來修復你的肌肉，來增加你的肌肉量了哈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訊息對你有所幫助，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，按讚分享，打開小鈴鐺，獲取最新的訊息。我們下回再見嘍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，請在下面按個讚。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，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，請按訂閱。下回見。